那就好。魏无羡长舒一口气，忍不住握紧蓝忘机的手。都常常记性，以后凡事想清楚再做决定。蓝启仁还是忍不住生气。好的，叔父。魏无羡信誓旦旦，我和蓝湛下次再也不离婚了。蓝启仁一听，瞪大眼睛，气得不知该说什么。本来就只有几个人参加的婚礼，蓝启仁也没想过问，就随年轻人去安排。每天早上吃完饭，他就和魏长泽一起出去散步，附近都是村落，空气清新，两人会走一早上，直到午餐时间才回来。蓝曦臣则喜欢上了这家宾馆的咖啡厅，每天抱着电脑加班时，都会喝上好几杯。婚礼流程很短，没什么亲朋好友出席，也没有要长辈上台致辞的必要，一切随心而简单。叔父让我们买衣服，但婚礼这么简单，总觉得穿这种层层叠叠的白色西装怪怪的，不搭。选好戒指后，两人来选衣服，因为时间仓促无法定制，只能过来亲自试穿一下。魏婴想穿什么？蓝忘机已经穿好衬衣，手里正拿着西装马甲。哎，就这样不错。魏无羡转头一看，忽然觉得只是随随便便穿一件白衬衣，蓝忘机都是那么清新又好看，就这样。我们穿衬衣好吧？白色西裤不行，不如就跟平时一样，多好看。也可以。朋友帮忙预约好神父，说最近有个玫瑰园的花很不错，问魏无羡有没有喜欢的颜色，他好帮忙做一个手捧花。玫瑰吗？魏无羡想了想，不要玫瑰可以吗？那你要什么？可别给我出难题哦。不算难题吧？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他心里早有意向的话，既然5月的话，不如弄一捧芍药。芍药？朋友不解，可蓝忘机却微微点头，芍药很好。两人分别过一次，虽然只是手续上的，但反而种下了爱意。魏无羡和蓝忘机相视一笑，朋友莫名掐了一嘴狗粮。婚礼当天，除了几个帮忙的朋友，就只有家人参加这场婚礼。魏无羡和蓝忘机身着简约清爽的白色衬衣走进教堂，手里拿着一大捧芍药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目睹祝福这对进入神圣婚姻殿堂的新人。教父的声音传来，但魏无羡和蓝忘机眼里似乎只有彼此。蓝湛，我就说穿白衬衣好看吧。魏无羡朝蓝忘机挤眼镜做鬼脸。魏婴也好看。蓝忘机也难得看魏无羡规规矩矩穿一次合身的白衬衣，胸前的芍药花撑得这人的笑容愈发灿烂。互相宣誓后，魏无羡和蓝忘机交换婚戒。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宣布你们结为夫妇，上帝将你们结合在一起，任何人不得拆散。一听到任何人不得拆散这句话，魏无羡转过头去看蓝启仁。认真一点。蓝启仁以眼神警告。魏无羡、蓝忘机，我已见证你们互相发誓爱对方，现在新郎可以吻新郎了。两人轻轻相拥，在蓝忘机即将吻下的瞬间，魏无羡把花束挡住两人的脸。不给你们看，既然事情都办完，就该择日回去了。蓝启仁休养的差不多，和魏长泽商量带仔回国的事情。最近公司的事情都靠蓝曦臣在这里加班，他实在过意不去。无事，叔父觉得舒服就好。蓝曦臣笑着从电脑前抬起头。那两位呢？快到中午，蓝启仁都没见到魏无羡和蓝忘机的影子，估计听说不让他们去度蜜月，不高兴。魏长泽笑呵呵地说，只是让他们下个月再去。蓝启仁无奈道，好歹回去先把证办了吧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也是。魏长泽点点头。正说着，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并着肩穿过花园，来到露天咖啡座。去哪了？蓝启仁心想，两人竟然比他起得还早出门去了，还以为你们在楼上没起床。魏长泽调侃道，不是要回国了吗？魏无羡和蓝忘机坐到一桌，我带蓝湛去看看我之前读书和居住的地方。蓝忘机对上魏无羡的眼神，脸上带着笑意，了解了很多关于魏婴的事情。是吗？魏长泽忍不住感叹，我这个做老爸的都不知道儿子在外面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老爸，你太忙了吗？魏无羡起身去捏捏魏长泽的肩膀，不然这些年我怎么能无忧无虑在外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？以后我都会陪你的，连带老妈的一起。魏长泽拍拍魏无羡的手，那挺好。
无忧无虑，蓝启仁没被感动到，反而哼了一声，其实是躲婚吧。叔父，你不要戳人伤疤吗？魏无羡嚷嚷道。你有伤吗？蓝启仁问。伤的都是忘机。我就是说呀。魏无羡夸张地跑到蓝忘机身边，把人抱在怀里。蓝战，不痛不痛，呼呼。蓝启仁简直后悔跟他说话。回国后，蓝魏两家都交出户口本，魏无羡和蓝忘机找个时间去领证复婚，两人填好申请复婚登记声明书，把离婚证和其他材料一并交给工作人员。说实话，还舍不得那个本本。魏无羡感慨道，之前巴不得快复婚，现在又觉得那个本本见证了太多我俩的事情，要是能留个纪念就好了，不必回头。蓝忘机轻轻握住魏无羡的手，总要重新开始的。好幸运，你还在原地等我。魏无羡望着蓝忘机，轻声道。上一次在这里办理离婚手续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或许那个时候的他就已经知道，自己总有一天还会和蓝忘机一起站在同一个地方，共同面对未来。能等到你也好幸运。蓝忘机淡淡一笑。魏无羡也顾不得别人的目光，上前轻轻拥住蓝忘机。你们的证件。工作人员见怪不怪，将新的红本本连带其他证件交还给二人。嘿嘿，魏无羡前一秒还在为旧本本叹气，下一秒拿到新本本立马又开心起来，看看蓝战，真正的结婚照哎。蓝忘机也非常满意。哇哦，好甜蜜。排在后面的一对即将登记结婚的女生说道，还扯扯未婚夫的袖子，你看看人家新婚嘛，都很甜蜜喽。男生随口说道。女生撅着嘴，很不开心。魏无羡回过头说，我们不是新婚哦。啊？对方没反应过来，因为太喜欢了。魏无羡搂着蓝忘机，向二人晃晃手里的本子，我嫁了他2次呢。